老妈带着我改嫁了。继父家有个混不吝的哥哥，他阴恻恻地对我说：“欢迎来到地狱。”当晚他就往我房间里丢了2只活老鼠，我不声不响，谁都没告诉。第二天就往他书包里塞了条蛇，他进了医院 KO。 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明争暗斗。结果有一天他对我说：“好吧，我认输，我喜欢你。小垃圾，你是不是玩不起？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老妈是传说中的母老虎，刀子嘴，刀子心，文能对簿公堂，武能暴打流氓。这些年她带着我过得风风火火，今天地下室，明天睡桥洞，颠沛流离着，就差捡垃圾了。我妈问我怪不怪她，我连连摇头，您给我一条命就已经是皇恩浩荡了，不敢再有过分要求。所以老姐姐，咱能把刀放下来吗？我妈很满意，说我上道。我也很满意，小命暂保。突然有一天，孙二娘变成了绕指柔。老妈说她恋爱了，对象他是公司的老板。老板欣赏她能把地板拖得那么干净，把桌子擦得那么锃亮。她的朴实善良深深吸引了人家，人家是要娶她为妻。卧槽！我拍案叫绝，这不是中年版的霸道总裁爱上我吗？老妈扭捏着，一脸娇羞。宝贝啊，你说我嫁还是不嫁？我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以前叫人家二狗，现在叫人家宝贝。爱情真是个神奇的东西。这门亲事我答应了。就这样，老妈带着我嫁入了豪门。第一次见到继父，我惊为天人。宽肩窄腰，倒三角，剑眉星目，高鼻梁。老妈一脸温柔。宝贝啊，叫叔叔。叫什么叔叔？叫爸爸。我愿意的。老妈又说，叔叔家有一个哥哥，你以后一定要和哥哥好好相处。我准爸爸一脸无奈。小放叛逆，梦梦多担待。担待，担待。我连连点头。回到家，老妈拍着我的狗头。第一次见面就不来，这是下马威啊！不是个善茬，能避就避。我眨眨眼，不能避呢。老妈哼笑，那就干。干崩了怎么办？分一半家产跑路。妙啊，老姐姐。豪门的二婚很有排场，愣是搞了个晚宴。我和老妈第一次穿上了晚礼服，有人夸我们是狐妹子，我很开心。这人谁啊？眼光真好。一看，哟，高傲的小孔雀。他身旁还站了个人，正阴恻恻地看着我。就这三庭五眼，跟咱爸一模一样。咱放哥，莫跑了。他端着高脚杯靠近我，低下头温柔地说：“我亲爱的妹妹，欢迎来到地狱。”地狱？这排场？那我愿意下18层。我回以他甜甜的一笑。谢谢哥哥。他身后的红毛鸡一言难尽。他嘀咕道：“傻的吧，没礼貌。”于是我走过去的时候，轻轻地踩了他一脚。呀，你怎么把脚放在我脚下了？傻的吗？红毛鸡黑了。咱放哥笑了。气压有点低。风紧扯呼。豪门的晚宴很人性化，到了11点就结束了。老妈新爸入了洞房。我叮嘱老妈小声点。她笑得荡漾。这是别墅。然后呢？隔音好。哎呀，害羞。为了体现兄友妹恭，我和放住了隔壁。
回房前，他双手环胸看着我。他说：“温馨提示，晚上别睡得太死。”哦，谢谢。第一次高床软枕，我失眠了。这件命，退。半夜的时候，门外有了动静，小小的开了一条缝，什么东西被放了进来。滋滋滋滋。我坐起身，和4只绿豆眼对了个正着。呀，爱宠！我上蹿下跳，左右开弓，终于在我精疲力竭的时候逮住了它们。一手一个。他是怕我寂寞吗？他人怪好的嘞。可是来而不往非礼也，我总不能失礼吧。赶着早市，我去了花鸟市场，买了条蛇。小乖乖缠人的紧，我依依不舍地把它放进了咱放的书包。放很关心我，一大早就盯着我看，把我都看得不好意思了。是我太美了吗？他冷笑一声，有病。我害羞，有药。对于我们的友好相处，辛爸很满意。咱放牙尖嘴利，瞎的吗？我小声提醒，瞎的吧。辛爸哈哈大笑。小放，妹妹刚转学过来，跟你一个班，你多照顾照顾她。咱放冷笑一声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。他说的咬牙切齿，让我想起了容嬷嬷。今天晚上我就要重温《还珠格格》，开心。豪门有司机，第一次坐豪车，半路就被咱放叫停了。他说：“滚下去。”我眨眨眼，把他从座位上踹了下去。我虚心求问：“这样滚吗？”他的脸黑得像用了10年的锅底。在他爬起来的瞬间，我打开车门跑了。豪车，退，晕死个人。刚拿了巨额生活费的我叫了个滴滴，整整17块钱。哼，我就喜欢这种挥金如土的感觉。我比咱放先到达班级，小孔雀和红毛鸡都在，一屋子的人向我行着注目礼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我连忙招呼，都坐，都坐，不用客气。哼，哼，哼，原来有钱人都是这样打招呼的。咱放很快就来了，他指着我冷冷地说：“我记住你了，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的缩减版。霸总预备役啊！”我兴奋地看着他，更准确地说是他的书包。我的乖乖在里面，一秒不见，如隔三秋。他瞪我，再看，把你眼珠子挖掉。挖眼珠子？他好变态，我好爱。咱放打开了书包，把手伸了进去。他摸到了什么，皱着眉拿了出来。我的乖乖伸着舌头，好可爱啊，我的宝贝。咱放的呼吸逐渐急促，他的眼睛越瞪越大，他的灵魂已经在尖叫，肉体却被掐住了脖颈。突然，他两眼一翻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啊，有蛇！啊，沈放昏倒了！啊，救命！转校过来的第一天，沈放被救护车拉走了。作为家属，我强制陪同。老妈第一时间赶了过来，她冲我竖起大拇指：“你可真牛！”我不好意思，一般一般。那蛇拔牙了吗？这，我伸出手，假的。花鸟市场非常漏，连蛇都没有，最后我只能买了个仿真的。只能说豪门少爷见识有点少。沈放没事，只是受了惊吓昏了过去。我跟老妈守在床边，她感叹：“我可真像个恶毒后妈啊！”我感叹：“我可真像个恶毒女配啊！”沈放一声莫吭。老妈带我向她道歉，她笑着说没事，甚至晚饭的时候还喝了老妈熬的鸡汤，并说了声谢谢。辛爸很开心，觉得自己可以坐享天伦之乐了。我和老妈对视一眼，这玩意儿在憋大招。
果然，半夜的时候，他溜进了我房间。他掐着我的脖子，嘴角带笑，眼神冰冷。我亲爱的妹妹，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呢？我没作声，默默地从被子里挪出了脚，一脚下去，直中命门。黑暗中，我甚至看到了他泛起的白眼。沈放闷哼一声，蜷缩在地，像一只煮熟的基围虾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好好的二货，装什么病娇？哥哥，你知道半夜进女孩子的闺房有多危险吗？男孩子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尤其是漂亮的男孩子。沈放哼哧哼哧地喘着粗气，双眼冒火地瞪着我。趁着他缓冲的功夫，我叫醒了全别墅的人。我哭哭啼啼地对辛爸说，哥哥是不是梦游了？他怎么跑进了我房间？我刚才踹了哥哥一脚，不会把他踹坏了吧？老妈第一次冷下了脸，她拉着我看了一圈，有没有事？我摇头。她瞪着辛爸，能过过，不能过散，别拿我闺女撒气。新婚第2夜，老妈带着我睡上了2.5米的大床。屋外是辛爸和沈放对吼的声音，非常助眠。晚安，好梦。第2天上学，我独享了豪车。虽然恶心想吐，但这份罪是我该受的。出门前，辛爸跟我道了歉，我乐呵呵地说没事。他很欣慰。上车前，我跟老妈嘀咕，记得接电话，今天大概率需要您出马。老妈挑眉，你这是要搞事情？我冲她抛了个媚眼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老妈慈祥地摸了摸我的头，放心去，妈给你兜着。果然，到了教室，所有人都幸灾乐祸地看着我。沈放敲着二郎腿，脸上带着嘲讽的笑。走近一看，我的书桌板凳上写满了污言秽语，含妈量极高。我挑起凳子扔出去，刚好砸在小孔雀面前。他惊叫了声：“孟南旭，你发什么神经？”“谁写的？”我淡淡地问。他哼了声，昂起头：“怎么？戳到你的痛脚了？”我含笑看着他：“不会是你吧？”他瞪眼：“是我又怎么样？”我早就发现了，这位小孔雀是有背景的。男生以沈放为首，女生则看他的脸色。俗话说得好，擒贼先擒王。于是我二话没说，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。小孔雀不敢置信：“啊啊啊！我要杀了你！”他冲了上来，我们厮打在一起。莫一会儿，他的小姐妹们也加入了混战。他们人多势众，但打架还是要看我们野路子。薅头发、掐肉、踩脚、咬。啊啊啊！哎，怎么还打起来了？红毛鸡怪叫着。发什么神经？都给我住手！沈放阴沉着脸拉开了我们，他死死地盯着我，那眼神跟要把我活剐了一样。我上下打量着自己，头发乱糟糟，衣服凌乱不堪，小白鞋已经变成了小灰鞋，很完美。沈放咬牙：“孟南旭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我不跟拉偏架的人玩。”趁着众人尚在震惊之中，我扛起桌子就跑。“孟南旭，你干什么？”是沈放的怒吼。我大声回应：“告老师！我告老师了！”连同我在内，所有闹事的人都被带到了办公室。漂亮又时尚的班主任被气得头顶冒火：“孟南旭，开学第1天你就拿蛇吓唬人，开学第2天又打架。我从教这么多年，就没有见过你这么冥顽不灵的。我很无辜。老师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神挡杀神。”他瞪眼：“我是不是还要夸你了？”倒也不必。孟南旭，你说
你为什么要打架？我抬抬下巴，老师，叫家长吧。我还未成年，在家长来之前，我不接受你的任何质问。班主任一拍桌子，叫家长，我当然要叫家长，我倒要看看，今天你父母来了，怎么跟我交代。电话打出去，只用了10分钟，老妈来了。我严重怀疑她就在学校外面。她清了清嗓子，那什么，附近逛街呢？我抱着她蹭了蹭，小样儿，还不好意思呢。老妈嫌弃地推开我，脏死了，你是掉垃圾堆了吗？我瘪嘴，妈妈，有人打我。好好说话。我站直腰杆，指着对面的一众人，他们校园霸凌我。小孔雀瞪直了眼睛，孟南旭，你要不要脸？明明是你先动手的。班主任也黑了脸。孟南旭妈妈，孟南旭刚进学校2天就一直惹是生非，我需要跟你好好谈谈。等等，老妈开口，老师你没听到吗？是他们霸凌我们家孩子。是孟南旭先动的手。沈放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，他淡淡地说。接着是红毛鸡和小孔雀的小姐妹，他们一起作证，是我先动的手。我无辜地耸耸肩。那你还手摸？小孔雀咬牙，我还手怎么了？你打我，还不让我打回来？当然可以。我一摊手，所以我先动手又怎么样呢？说到底，我们是互殴。而且，我把桌子踢了出去。是他们先侮辱诽谤我，我只是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。班主任大吼，那就能打人了？孟南旭，你要好好思考，为什么他们单独针对你，不针对别人？他们都是好孩子，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，自从你转校过来。老妈出言打断，老师，您这样说就让我很难办了。什么？迎着班主任茫然的目光，老妈一巴掌甩在他脸上。清脆，悦耳，你凭什么打人？班主任气红了眼。老妈笑，我为什么只打你，不打别人？你是不是要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？老妈拿出手机，把课桌上的每一行字拍照留证。我们会进行笔迹鉴定，谁侮辱了我们家孩子，谁诽谤了我们家孩子，我相信法律会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临走前他对沈放说，你要是有胆量就跟你爸闹，跟我闹，我还高看你2分。渭南小女生，小朋友，欺软怕硬吗？沈放紧绷着身体，脸色黑沉。临出门前，我冲他做了个鬼脸，他的脸更黑了。老妈很忧愁，二狗啊，你这学后续准备怎么办？转回去？我舔着雪糕连连摇头，不行，多没面子。那你想干嘛？干服他们。6. 鉴于我的坚韧不拔，老妈决定死磕到底。她给辛爸打了个电话，给你儿子的小朋友们家里透个底，我也不怎么的，反正有脸大家一起丢。咱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辛爸沉默了一会儿，你放心，我让他们上门道歉。挂断电话，我跟老妈面面相觑。您意料之中？屁，老娘奔着离婚去的。当晚，小孔雀的一个小跟班背着一口大黑锅来了，他哭哭啼啼，言辞恳切，就差给我跪下了。孟同学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请你原谅我。我乐呵呵地原谅了他，并让他带话给小孔雀，我们下次再切磋。磨刀霍霍，好久没有这么有趣了。这一夜沈放没有回来，辛爸似乎已经习以为常，我也难得的睡了个安稳觉。现在这个学校是个贵族学校，贵族学校够大，够豪华，有很多不被利用的小角落。我只是翻上去想安安静静吃个早餐。
结果就碰到了沈放和他的红毛鸡。红毛鸡问：放哥，你干嘛老跟孟南旭过不去？要不算了吧，这妹子挺邪乎的，叫你一句红毛鸡，还真就不说人话了。沈放面无表情地抽着烟。是他活该，这是他们破坏别人家庭的代价。这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你不会是有恋父情节吧？我突然出声，吓坏了下面的2个人。红毛鸡瞪大了眼睛。孟南旭，你有没有礼貌？怎么偷听别人说话？我咬了口面包，我先来的，是你们说坏话不避人。那你都听到我们在说话了，不知道主动离开？凭什么？你……沈放碾灭了烟。既然你都听到了，我也不妨开诚布公地告诉你，孟南旭，只要你们母女在我家1天，我就不会放过你。你真恋父啊，我辛爸知道你这么爱他吗？沈放如鲠在喉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那你说我跟我妈破坏你的家庭，你家不就你跟你爸吗？你是觉得我跟我妈抢走了你的父爱？那我还说你抢走了我的母爱呢。沈放急眼了，谁稀罕？我点点头。你确实不，但我倒是挺稀罕你爸的。他冷笑一声，还不就是看中了他的钱？我不赞同地瞥了他一眼。你这人怎么这么狭隘？难道你爱一个人，就只爱他的肉体，不爱他的灵魂？金钱也是组成我辛爸的一部分，怎么能割裂开来呢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爱一个人，就算是他的腿毛，我也爱。说着，我往他们瘦长的小腿上瞟了一眼。红毛鸡大惊失色。你是变态吗？沈放的脸一时间也憋得五颜六色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心情愉悦地跳下了高台。这边结束了，小孔雀那里还憋着坏水呢。哎，生活真是多姿多彩。课间上厕所，我刚进入隔间，就从下面注意到好几双走来走去又站立不动的脚。在他们动我门的一瞬间，我一脚飞踢，哗啦！啊！一人被我踹倒，一盆脏水浇了他满头。呀，高2了还玩水，幼不幼稚？小孔雀沉着脸，他一声令下，把门给我守好了。孟南旭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我往后退了2步，10几个人纷纷向我围拢。怎么？怕了？他一脸嘲讽。我扬扬眉，别动我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小孔雀哈哈大笑，报警？那也等我们收拾完你。喂，远景叔叔，听到了吗？他们要收拾我，我好怕，你们快来救我。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小孔雀目光震荡，你给谁打电话？远景叔叔啊。你怎么打电话的？我摇了摇手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你们不会连小天才电话手表都不知道吧？先帝创业为伴儿中道崩殂。远景叔叔威武的来了。因为没打成，他们只对学校进行了批评警告。校长和班主任陪着小新。他们离开后，班主任又对校长陪着小新。他想瞪我，又不敢。最后憋得脸一阵青一阵白，甩袖离开。沈放悠悠地晃荡到我面前，汪洋说的没错，你真邪乎。汪洋？谁？我一脸懵，大海吗？不过很快我就反应了过来。红毛鸡啊！沈放一脸黑人问号，随后眼神逐渐凶狠。你是不是也给我起了外号？我慈祥微笑。你猜？这一夜沈放又没回来。我跟老妈打了声招呼出了门。到了拳馆，教练让我赶紧换衣服。穿好衣服，戴好护具，看到擂台上的人，我笑了。这是冤家路窄吗？晚饭的时候，教练给我打电话，说这2天拳馆来了个小少爷，把几个陪练都打怕了。
但给的钱多，问我来不来。这话还怎么说，肯定来啊。结果人家小少爷是沈放，沈放也看到了我，他用一副你怎么阴魂不散的眼神看着我。你在这干什么？我一摊手，这不是显而易见吗？你陪练，挨打，不行。他冷笑一声，怎么？老头子给你的钱不够，还要你出来搞兼职？这话说的，有人嫌钱多？他眼神冰冷，那也要看我乐不乐意付这个钱。换人。我和教练对视一眼，我开口，怎么？害怕了？沈放瞥了我一眼，别对我用激将法，就说有没有用吧。孟南旭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沈放瞬间气场外放，他一个直拳冲了过来，我后退2步，侧身躲过。少爷，慢了。沈放神色微凛，一记摆拳，我身形一矮，绕了过去。少爷，力道不够。沈放低吼，孟南旭，你是陪练？我动了动脖子，好的陪练就是半个教练，少爷，再来。我耗着沈放在场上转悠了1个小时，终于让他精力耗尽，瘫在了地上。我顶了顶腮帮子，操，真疼！这狗玩意儿绝对带了情绪，打到最后已经没了章法，乱拳打倒老师傅。不过等到2000块钱到手，我瞬间被治愈了。沈放叫了车，我死乞白赖地蹭了上去。沈放十分不愿意，但耐不住我脸皮厚，最后只苦了他的脸，黑了一路。到别墅后，他面膜表情地说，错开时间。我没意见。那我先进。累死了。凭什么？凭要求是你提的。沈放掏出手机。那你给我 A 车费。我掏了掏耳朵。什么声音？我怎么好像幻听了？肯定是太累，我要回去睡觉。孟南旭，你要不要脸？不要了，送你了。我们争吵着进了别墅，正好撞上了下楼倒水喝的辛爸。三脸懵逼。你们一起出去玩了？胡说八道。怎么可能？但他明显不信，还一脸欣慰。挺好，挺好。我感觉他今天晚上做梦都能笑醒。啊，真心累。进卧室前，沈放突然开口，你为什么要去拳馆兼职？我打了个哈欠。因为穷。我太累了，以至于没有注意到沈放看着我的眼神有了些微变化。不过那不重要，因为我有仇必报。我在男厕所外蹲守了2个半天，终于蹲到了沈放独自一人上厕所的时候。这个过程让我无数次吐槽汪洋大海。她是女孩子吗？为什么总喜欢跟着沈放一起上厕所？瞅准时机，我尾随了进去。眼瞅着沈放进入了隔间，我拿起拖把就抵住了门。谁在外面？我没出声，快速地接了一盆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泼了进去。这一下里面倒安静了。咦，死了吗？难道我浇的是开水？突然一拳头砸在了门上。沈放咬牙切齿，孟南旭，是不是你？我嘴角的笑意扩大。哥哥，是我呢。我感觉你火气有点大，帮你灭灭火，妹妹对你好不好？孟南旭，你完了。哦吼，我看你全身上下就只有嘴是硬的。于是我又泼了一盆。啊，孟南旭，你这下彻底完了。本来我已经准备放过你了，现在你燃起了我的战意。哦，我兴奋了。Come on, baby。沉默2秒，沈放怒吼，你神经病了。汪洋大海抓着他的满头红毛，他一边拦着沈放，一边瞪我。
不是，你惹他干嘛？小孔雀也不甘寂寞。孟南旭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泼沈放干什么？我有些无辜，那不是你先想泼我的，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。沈放怒不可遏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指了指小孔雀，你带他受过呗。小孔雀漂亮的眼睛瞪圆了，她的脸上慢慢染上绯红。她娇嗔，孟南旭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才没有喜欢沈放。汪洋大海倒抽一口凉气，他指了指小孔雀，又指了指沈放。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为什么就我不知道？沈放差点背过气去。孟南旭，你跟我把话说清楚。我茫然地看着他们，这是什么剧情走向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个学校会找我麻烦的人都是因为沈放，所以追根溯源，我肯定找他。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喜欢？什么在一起？咦，你们的心真脏！小孔雀，汪洋大海，沈放，啊！孟南旭，我要杀了你！沈放有点啐，我就浇了他2瓢水，他发烧了。老妈拿着药，端着水，准备给他送去，被我抢了先。推门进去，就看到沈放嘴里叼着根温度计。我很不能理解，这东西有人放腋下，有人插菊花，有人叼嘴里，可是一样物件百样命。沈放石化在原地，温度计啪嗒掉在被子上。孟南旭，你不恶心我会死是吧？我无辜地眨眨眼。哥哥，吃药了。他往后一躲。你想干嘛？我满脸堆笑。哥哥，妹妹在家里照顾你，好不好？不需要。你给我上学去。老妈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外。她指着我恨铁不成钢地说，孟南旭，你再给我翘课，我打断你的腿。沈放在后面偷着乐。老妈把水杯兑到他面前。吃药，赶紧的。沈放木着脸。我不吃。老妈嘶了声。我手劲儿大，别逼我掰你的嘴。沈放一脸的不敢置信。他看看我又看看老妈，好像我们要给他下毒似的。最后憋屈地吞了药。上学路上，沈放给我发消息，你妈真的会掰嘴。掰嘴算什么？知道漏斗吗？我小时候都是用那玩意儿喝的药。沈放，毒妇。身心俱疲地上了1天课。放学后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往回走。刚走进巷子里，就听到身后有声音。回头一看，小孔雀带着一群人堵了我。再一转身，哦吼，两面夹击。这姑娘可真是坚持不懈啊！她高傲地昂着头，孟南旭，我看今天谁还能救你？唉，我叹了口气。从早上有人故意往我手腕上泼了杯水，我就知道他肯定又要搞事情。现在看来，我的预感果然没错。我抬起手，你不知道小天才防水吗？我从口袋掏出山寨机，而且谁规定我有小天才就不能有手机了？小孔雀呆住了，他眼神扭曲。我管你，你今天就算把远景叫来，也得先挨顿揍。挨揍？在我的地盘打我的人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一个低沉冷淡的声音传来。所有人转过身，只见一群彪形大汉声势浩大地站在了那儿。他们穿着汗衫、短裤，看起来就不是好惹的。尤其是为首的那个人，他双手插兜，懒洋洋地叼着烟，嘴角带笑，眼神冷漠，氛围感拉满。这时候就应该配一个浩南歌的 BGM， 叱咤风云，我任意闯，万众仰望，叱咤风云，我绝不虚，往后看。他捏起烟弹了出去。给你们10秒钟的逃跑机会，
不然就别走了。此话一出，众人作鸟兽散。小孔雀哪见过这架势，瞬间被人绊倒。他爬起来还想跑，被我扯住了书包。他哇的一声就哭了。别打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叹了口气，你怎么不长记性呢？下次再想堵我，先找人盯我2天，但凡你用点心就应该知道，这条路我之前没走过。今天饶你一回，最近别惹我，我有事，挺忙的。你要是敢打扰我……我晃了晃拳头，小拳拳捶你胸口哦。小孔雀被我吓跑了。于景啧了声，你威胁人真是越来越恶心了。承让，承让。在发现小孔雀可能要搞事情后，我就联系了于景，让他帮我壮壮声势。果然，还是他靠谱。今天谢谢各位叔叔伯伯、哥哥姐姐了。哈哈，没事没事，不就是唬唬人吗？简单。以后遇到麻烦告诉我们。大伙儿谢了声势，就是一群可爱的菜市场摊主。毕竟这么多年，我在菜市场的臭鱼烂虾不是白捡的。我给于景转了500块钱，一会儿帮我给他们1人1包烟。于景挑挑眉，没有拒绝。行了，有事再联系，我还得回去杀鱼。我说最近有事，不是骗小孔雀的。日子鸡飞狗跳的过着，眼见着就要期中考试了。从老妈越来越暴躁的脾气就可以看出，无命危矣。不管怎么样，总要努力一把，不然我会死得很难看。回到别墅，老妈咦了声：“你放哥不是找你去了吗？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了？”我茫然。他一高烧不退的人找我，是想传染给我吗？据老妈说，他是接了个电话匆匆离开的，走得特别急，连鞋都没换。心里有了猜想，刚准备给他打电话，于景的电话打了进来。捡了个少爷，你家的吗？沈放干得漂亮，冒着高烧出去找我，结果人没找着，自己晕了。于景说，我捡到他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嘀咕，说这事跟他没关系，你要是敢找他麻烦，他跟你没完。那委屈劲儿，就说你把人家少爷怎么了？我瞥了他一眼，你们学霸都这么八卦。他叹了口气，你不懂，什么都会的生活是很无聊的。拜拜。沈放再次进了医院，醒来后他双眼无言。孟南旭，你克我。他缠绵病榻3天，终于回了学校，把我羡慕的。对小孔雀的威胁很起作用，加上我一门心思扑在学习上，我们班难得的恢复了平静，就连班主任都忍不住表扬了我，说我特别棒，希望我保持。唯独沈放一脸狐疑，你中邪了。我一边背书，一边给了他一脚，他嘶了声，恢复了正常。很快，期中考试来了，我雄赳赳、气昂昂地进了考场。2天炼狱般的日子过去了，我好好的睡了一觉。周末休息结束，成绩也出来了。我和沈放不愧是一个家门出来的，我们分别荣获了第1名和第2名。他第1，我第2，但我比他高9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是倒数的。沈放看着成绩排名，非常不能理解。都说寒门出贵子，你们家都寒成了南极冰川，你是怎么考出这样的成绩的？我也很不能理解。都说精英教育，你们家能请的私教可以从这儿排到法国，你是怎么可以霸占倒数第1，从来不挪窝的？期中考试结束后就是家长会，老妈一人分饰2角。班主任问谁是孟南旭的家长，老妈说是我。谁是沈放的家长？还是我。随后教室里就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。
最后老妈是黑着脸走出教室的。她咬牙切齿地说，老娘就没有丢过这么大的人，你们可真是卧龙凤雏啊。我和沈放的成绩让老妈的精神遭受了重创，她一锤定音，给我请家教。我把希望寄托在沈放身上，他却一言不发。呆，庶子。我亲爱的妈妈，不至于。我话还没说完，老妈红了眼。是我耽误了你，以前没有能力，居无定所，现在总想给你最好的。我身体后倾。不是，打感情牌是吧？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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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学还不行吗？老妈擦了擦根本不存在的眼泪，她居高临下，乖，我给于景打电话。我瞪沈放，后妈搓磨你，你都不知道反抗，我对你太失望了。沈放无语，那是你亲妈？对啊，我亲妈又不是你亲妈，上。吃，我才不给你当枪使。对了，于景是谁？我抖了抖，一个魔鬼，一个自己会了就觉得别人也应该会，要是你不会你就是个傻子的魔鬼。我跟于景的关系是，只要不谈学习，我们就父慈子孝；只要一谈学习，他就侮辱我，精神和人格的双重侮辱。我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他的摧残，可是他变了。他不仅讲得浅显易懂，而且还特别有耐心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辅导我作业，那是如秋风扫落叶一般的冷酷无情。可是今天，春风化雨啊。于景笑得一脸荡漾。他说，可能是因为金钱的魅力吧。我的心脏有点疼。所以，你不爱我喽？他把中性笔别到耳后。爱情，值几个钱？沈放黑着脸。是我打扰二位雅兴了吗？金钱的魅力让学霸弯了腰，但他也有崩溃的时候。比如有一天，他出去接了个电话，我和沈放遇到了个难题。在我俩都不会的情况下，我们开始分析。分析来分析去，我们还真就把它做了出来。那成就感满满的。等到于景进来，我们就跟他炫耀。他看着草稿纸沉默了很久，他鼓着掌摇着头。二位卧龙凤雏，你知道你们新创了一个公式吗？哇哦，好厉害。他深吸两口气，咬牙切齿地说，记住一个定律，但凡是你们俩商量出来的，那就是错的。我和沈放的学习态度感染了很多人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汪洋大海。我的到来抢了他的位置，把他推上了倒数第3的宝座。他不敢置信，放哥，我亲哥，你不是成绩如粪土吗？沈放敲着二郎腿，我也想试试年级第1的滋味。所以你是要抛弃我喽？不行，我也要学。小孔雀听到了，你们要干嘛？我也要。我很无语，富二代的好奇心都那么重的吗？粪土也要争一争。沈放问我的意见，我的意见当然是没意见了，只要给钱，什么都好说。就这样，我给于景办了个辅导班。于景非常欣慰，好姑娘，不枉爸爸这么多年含辛茹苦的把你带大。我点点头，把钱给了他。你8我2。于景变了脸，狗贼！瞧瞧，我们的父女情就是这么脆弱。让小孔雀过来，我还一度担心他认出了于景，结果他眼瞎。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于景穿得太人模狗样了吧。有一天他甚至还问我，这小哥哥是干嘛的呀？我面露沧桑，30度角仰望天空。他在菜市场杀鱼20年，他的心早就和他的刀一样冰冷。小孔雀，于景很厉害，他高额的家教费不是白拿的。
在把所有人的情况摸了一遍后，他给每个人制定了学习计划，因人而异，因材施教。一群富二代被他治得服服帖帖。突然有一天，本来应该过来的狱警没有来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手机关机。我又给他对面卖猪肉的曾叔打了电话。混乱中，我听到他大吼：“狗日的，有人砸狱警的摊子！”这话一出，群情激愤。谁？连我们的老师都敢欺负？我平时都要对他低声下气，竟然有人敢砸他的摊子！走，给于狗撑场子去！一群富二代穿着均价过万的衣服，在菜市场狂奔。见到混乱的人群，他们急了眼。于狗，我们来帮你了！啊啊啊！揍他丫的！一时间更乱了。狱警眉心直抽。你把他们带来干嘛？我早就上了头。管那么多，揍他丫的！因为我们的加入，推搡变成了拳头。最后远警来了。三拨人，惹事的人，菜场的人以及他们富二代。这次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有人看到狱警的摊子赚钱，眼红了，欺负他一个小孩，想把他吓唬走。没想到踢到了铁板。富二代们一个个耀武扬威。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？你知道我妈妈是谁吗？你知道我爷爷是谁吗？你知道我全家是谁吗？惹事的人不甘示弱。我管你们是谁，惹了我，让你们磨好果子吃。很快他就被打脸了。最强家族天团登场，其中就有我辛爸。了解事情的始末后，他拍了拍狱警的肩膀：“小事情，我来处理。”就要这句话，行侠仗义的富二代们被各自的家长领了回去。沈放受了伤，他的肩膀被砸了一闷棍，替我挡的。那一棍子太突然，沈放挡过来的时候，我也吓了一跳。他戳了戳我：“你准备怎么报答我？”我翻了个白眼。施恩不图报，莫听过。他却说：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莫听过。”行吧，你想我怎么报？沈放却突然扭捏了起来，犹豫了半晌，他说：“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许吧。”回见。沈放不高兴地拉住我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这个我不报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”我耸耸肩：“你乐于助人是你品德高尚，但耐不住我不讲理啊。我就不报了，你想怎么的？”沈放瞪着我：“孟南旭，你无耻！”我哼笑一声：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是不是就想着欺骗我的感情，玩弄我，在我动了真格后再抛弃我？我告诉你，你一开口我就识破了你的诡计。”沈放咬牙切齿：“你可真是个大聪明。”沈放和我的关系似有若无的好了，他会跟我一起上学放学，回家拉着我一起学习，对老妈的态度也温和了，甚至在学校的时候，有人找我茬，还被他对了回去。他说：“以后孟南旭我罩着，谁再欺负他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汪洋大海冲我挤眉弄眼，感不感动？我呵呵一笑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或是他惹的，不就该他摆平？站在一旁的沈放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耳朵突然就红了。他说：“回家。”态度最别扭的还是小孔雀，他每天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，他拉住我小声问：“你是不是喜欢沈放？”我惊讶地看着他，他咬了咬嘴唇，最后仿佛下定了决心：“那看在你是我朋友的份上，我们公平竞争。”等等，我打住他，首先，我不喜欢沈放。其实，我们什么时候是朋友了？小孔雀不敢置信。你什么意思？
我拿你当朋友还委屈你了？我好笑，你不是一直想对付我吗？他目光躲闪。那不是以前吗？我已经很久莫找你麻烦了，好不好？呵呵，行吧。我没再多说，他却好像真的把我划进了朋友的行列。周末还约着我一起去逛街，被我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兼职。沈放预定了我的2个小时，让我当他的陪练，可他却明显有些走神，被我一脚踹了出去。他捂着肚子嘶了声：孟南旭，特么的是我打你，不是你打我。我动了动脖子，不想练就说，我不介意白拿你5000。沈放咬牙，来。沈放是有底子的，只要他上了心，我就得打起精神了。2个小时后，我们俩都瘫了。沈放喘着粗气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兼职的？小学吧。他转头看我，这么小。我挑挑眉，那时候打扫卫生。我跟老妈这一路走来不容易，但却遇到了很多好心人，想想也挺美好的。就那么缺钱？我把手枕在脑袋后面。对啊。沈放抿了抿嘴。现在还差多少？我说，在我妈和你爸结婚的时候已经还完了。那你还这么拼命？我轻笑出声。少爷，我得赚钱上大学。他皱了皱眉，老头子还能缺了你这点钱？那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小少爷哪里懂这些？我踢了踢他，让他赶紧给钱。沈放哼哼地嘀咕着什么，不过转账倒是一点都不含糊。谢了老板，下次还有需要给我打电话。其实我知道，老妈跟我这新爸早就有了情愫，但只要欠的债一天没还完，老姐姐就迈不出第一步。同样的，只要我用了这新爸的钱，我老姐姐就得在沈家矮上2分。我不答应。于景用生命在逼我。在他的铁腕下，我终于补完了初中的课程。关上课本，于景语重心长地说：孟南旭，你可以的，你成功劝退了我对教师这个行业的积极性。怎么说呢？我的荣幸。滚。他问我，你们家小少爷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一天天贼眉鼠眼的。我瞥了他一眼。你是真八卦啊。首先，他不是我家的。其实，他有没有意思是他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于景点点头。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结果晚上吃完饭，沈放突然拉住我。他瞪着眼睛，咬牙切齿地说：于景是不是对你有意思？你们约好的吗？我怎么不知道自己是个香饽饽呢？洗洗睡吧，明天考试了。沈放松了手。孟南旭，考完试我有话对你说。高2期末考，考完试后我们就要升高3了。于景跟我说，别紧张，有时间。我嗤笑。紧张？怎么可能？我长这么大就从来没有这个情绪。可是，当我走进考场，我竟然第一次有了呼吸急促的感觉。我紧张了。真神奇。2天的考试，去了我半条命。老妈心疼地给我擦汗。就你这心理素质，高考的时候怎么办？我呵呵傻笑。老姐姐，我总要给你考个大学，我尽量考好一点的。当天晚上，沈放给我打电话，约我出去。等我走出别墅，他骑着辆摩托车等着我。他丢给我一个头盔。走，带你兜风去。有点心动。心动就行动。我们一路驰骋，从郊区到江边，呼吸着微凉的江风，心里的浊气排得干干净净。干嘛？你不会是想找我约架吧？沈放无语。我那么无聊吗？我看了看周围。那难不成你是要把我扔在这儿？
你就不能盼点好的？我没说你要把我抛尸江底，已经是对你人性的信任了。沈放举起双手，满脸无奈。好了好了，我投降。他舔了舔干枯的嘴唇，深吸一口气。他说：孟南旭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以当我的女朋友吗？不可以。沈放紧张的表情还没消失，猝然听到我的答案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。你就不能犹豫2秒？2秒后我开口：不可以。沈放站起身，表情有些恼羞。为什么？其实我也不能理解，你不是一直致力于把我打入地狱的吗？谈恋爱也是你计划的一部分。沈放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直线，他咬牙：我早就没有那样想了，我不是没有伤害到你吗？我叹了口气：你没有伤害到我，不是你做的不够恶劣，而是我足够强大。但凡换一个人，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毁掉他的。怎么可能？那只是……他下意识的反驳，却词不达意。沈放，你们的所作所为叫做校园霸凌。不管结果如何，这个事实掩盖不了，可你们却连一个道歉都没有给我。不管是沈放还是他的朋友，曾经的一切好像就轻描淡写的过去了。我不深究，是因为这些人我并没有打算深交，而不是我觉得无所谓。我和沈放不欢而散，小少爷求爱不成伤了自尊，扔下我自己走了。我坐了半小时，刚准备自己打车回去，他又回来了。他一言不发，安静地等着。这地方偏得很，我没矫情。回去的路上，我们谁都没有开口。到了别墅，在我准备进去前，他问：如果我没有对你做那些事，我们有可能吗？我摇摇头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我继父的儿子，和你在一起会让我妈难做。在我这儿，我妈永远是第一位的，任何有可能伤害她的事，我甚至都不会让她开始。孟南旭，你真绝情。说完这句话，他扬长而去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没再见过沈放。期末成绩下来了，我前进了12名，沈放在我前面。听说他出国散心去了，我没在意。暑假的安排很满，我要跟着于景补习，还要兼职。老妈不高兴，好好学你的，我还能少了你那2两钱？哟，老姐姐这豪门阔太当的霸气啊！她拍给我一张卡，我自己的钱，放心用。一天到晚就你心思多。我挑眉，哪里来的钱？她嗤笑，真当我这豪门阔太就是喝茶吃点心？这么多资源，但凡好好利用下，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难怪最近早出晚归。我竖起大拇指，厉害。他看着我，你跟沈放怎么回事？点头之交，和谐相处。老妈非常不屑，你们这些弯弯绕绕都是我玩剩下的。沈放对你有意思吧？你怎么想的？不用顾及我，我可以离婚。您这样危险的想法，我辛爸知道吗？不至于，真的。我跟他没可能。和沈放在一起就是 hard 模式，我这人从来不为难自己。那于景，我就不能好好学习，非得早恋。再说了，我跟于景就是妥妥的父女情。沈放是快要开学的时候回来的，剃了寸头，晒得黝黑，带着股痞劲儿。为了庆祝他回来，汪洋大海组了个饭局，邀请了我，但我没去。小孔却很不高兴，都叫你几回了，你一次都不肯出来。孟南旭，你真没劲儿，以前你不是这样的。我笑了笑，莫说话。晚上的时候，沈放打开了我的门，他喝了酒，有点微醺。他问我为什么不去，
因为我吗？沈放，那本来就不是我的圈子。沈放靠着墙。谢瑶说的对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话说的我有点烦躁。小孔雀觉得我以前什么都敢，什么都不怕，应该是跟谁都玩得好的性格。他甚至说，你不会还在计较之前的事吧？孟南旭，你也太小心眼了。是啊，恶劣的结果没有造成。我甚至还反击了回去。我没有吃亏，反而吃亏的是他们。汪洋大海也问我，你到底在计较什么？计较什么呢？可能是在这座别墅的每一晚，我从来没有睡过一整夜觉，半夜经常被惊醒。可能是他们写在我书桌上的污言秽语真的伤害到了我。可能是他们人多势众的时候，其实我的双手在颤抖。可能是负重前行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可以重新开始。我的老姐姐不再想着拉着我一起跳楼，她甚至有了爱情。当身处黑暗的人终于可以企及光明，谁都别想再把我推回去。沈放，不是我不一样了，是你从来不知道真实的我是什么样子的。在我关门的瞬间，沈放抵住了门。他说，孟南旭，对不起。高三很忙，不仅要接收新知识，还要巩固老知识。于景给我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，但耐不住我落下的太多，越往上走越难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申请了住校。老妈没有说什么，只叮嘱我照顾好自己。沈放帮我搬了东西，他问我还去拳馆吗？我摇摇头，不去了。我们没有了过多的交流。在我一门心思扑到学业上的时候，沈放也拿起了书。汪洋大海和小孔雀是学人精，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努力。反正沈放都不玩了，他们也没了趣味，那就学呗。班上的学习氛围就这么浓烈了起来。可是对我而言，时间不够。我早上5点就起床，晚上躲在被子里学到12点。我拼命压缩着自己的时间，可还是不够。高三上学期期中考，我甚至没有到300。小孔雀嘲笑我，哈哈哈，孟南旭，你也太没用了。你天天得起早贪黑，我还以为你要勇夺第一呢，结果就这。是啊，他们轻而易举就能达到450加。就连沈放这个曾经的倒数第一也比我高了20分。沈放听到后踹了一脚桌子，闭上你的嘴，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。小孔雀面红耳赤，沈放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为了他凶我？沈放懒洋洋地挡在我面前，我沈家出来的人，我为了他凶你，有问题？他瞬间红了眼。我讨厌你们。沈放对我说，你不用管他说什么。我看着试卷上的错题，他说的没错。沈放按下我的试卷，孟南旭，你不用那么拼。我抬头看着他，沈放，如果你真想帮我，就别让谢瑶来打扰我。他沉默半晌，好。于景看了我的试卷，他说，不用着急，按我们的节奏来。你要在意的不是现在能考多少分，而是最后能考多少分。我苦笑，崩心态啊，爸爸。他好笑地弹了我一下。当初我爸把我往死里打，你带着我去医院，都做好了给我练尸的准备，那时候心态都没崩，现在崩什么？哎，可能是人老了，不抗造了吧。行了，赶紧背书。我和于景当过一段时间的邻居，他爸喝酒、赌博、家暴，而我家天天有追债的人去赌。2个有家不敢回的小孩搭了伴，他带着我去菜市场给别人收拾摊子，别人给我们3、5块，我们就拿着去吃饭。可以说我被他养活了很长一段时间。突然有一天，他对我说，
我得一劳永逸地把它解决了。于景聪明，我以为他总归是有好办法的，结果他的办法就是让他爸把他往死里打。那一次他差点没救回来，而他爸也因此坐了牢。很多认识我们的人都觉得我和于景应该是一对，可其实我们更像是家人。我们不会一直陪着彼此，但当其中一个人有需要时，我们会义不容辞地站出来。我的成绩在进步，一次比一次明显。终于我到了420分上下。于景说，你有学校读了，但这是个瓶颈，越往上越困难。沈放遵守了他的诺言，小孔却没有找我麻烦，但明显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善。我没有在意，也没有时间在意。期末考试结束，我们迎来了寒假，要过年了。这是我在沈家过的第1个年。老妈的气色越来越好，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。我很开心。沈放叫我出去玩，我埋着头刷题。我不去了，过年了，休息2天。他想抽走我的试卷，被我按住。沈放，我没时间了。沈放沉着脸，你是真的没时间，还是不想跟我一起？我拿着笔淡淡的说，我是真的没有时间。老妈问我，怎么不跟沈放一起出去玩，放松放松？我摇摇头说，玩不到一起。其实我怕沈放，尤其是在现在。当初进入沈家，我的目的就是保护老妈，保护自己。我天不怕，地不怕。我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。本来我就一无所有，我但凡拉一个人垫背，那我就是赚了。可是现在，我拥有的东西越来越多。我甚至有了梦想。我想考一个好大学，我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我要赚钱，赚很多很多的钱。我要买一个房子，我自己的房子。于是我开始害怕了。我害怕沈放因为我的拒绝报复我。我害怕沈放没了耐心，又默认所有人对付我。我应该跟他虚与委蛇，我也能够做到。可这会让我分心。我也不想那么做。我希望时间快一点，快一点让现在这个阶段结束。我又希望时间慢一点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。宝贝，下楼，倒计时了。我放下笔，匆匆下了楼。沈放竟然没有走，他懒懒地看了我一眼。倒计时开始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新年快乐！老妈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。她拿出2个红包，一个给我，一个给沈放。我抱了抱她，谢谢妈。沈放表情争冲，最后他说，谢谢阿姨。辛爸也不甘落后，他给的红包明显要厚。这下我的笑容更加明媚了。给完红包，听完吉祥话，夫妻俩看春晚去了。沈放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，他说，孟南旭，新年快乐。我刚想开口，他一瞪眼，不准拒绝。我好笑，不了解我了吧？我从来不拒绝礼物。他问我，孟南旭，你准备考哪个学校？我说，能力范围之内最好的。我觉得我还能往上走一走。出于礼貌，我问，你呢？他没说，沉默地转身离开了。我耸耸肩上了楼。小少爷的礼物朴实无华，一台价格过万的手机。我拿着手机小声嘀咕，还不如给我折现。寒假很短，一眨眼的功夫就结束了。过完年，所有人还没有进入状态，我已经埋头苦干了。很快就迎来了第1次摸底考，462。班主任说，很厉害了。孟南旭，你也要注意劳逸结合，别太拼。我没当回事，直到于景也开了口。
你知道你最近都瘦脱相了吗？莫感觉。但我知道这耽误的功夫，我都可以多背2个单词了。于景说，孟南旭，你需要松一松，你的弦绷得太紧了，再这样下去会断的。于景就是个乌鸦嘴。在他说完后的第2天，我突发高烧昏了过去。这场高烧折磨了我3天，医生说是压力太大，免疫力下降。老妈恨得牙痒痒，你是不是不要命了？那我直接给你送走。我知道我触了他的逆鳞。当年父亲生意失败，欠了一屁股债，有银行的，有亲朋的，还有借贷公司的。他跳了楼，一了百了，却把所有的债务留给了我们。那是可以把人压死的债务。我们东躲西藏，赚钱还债。在最艰难的时候，老妈抱着我上了顶楼，但最后她也默跳。她总是说，得活着，活着才有希望。她是对我说的，也是对她自己说的。我可以任性，可以胡闹，但不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。我亲爱的妈妈，我错了。她又恨又气。我求着你考1本上名牌了，你就是不读了我也不在乎。以前我就没少你一口吃的，现在还养不活你了。你跟我做什么？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经历了这一次，我开始慢了下来。我不再透支吃饭、睡觉的时间，心态竟然难得的平和了。第2次摸底考，480，我的基础知识已经全部补齐。于景说，从现在开始查缺补漏。我一遍又一遍地梳理着知识结构，这是个很磨人的过程，但也很有用。时间转眼到了5月下旬，第3次摸底考开始。于景说，不过500，你就没脸见我了。我舔舔干枯的嘴唇，这脸我必须给你争回来。536，我做到了。于景满意的点了点头。不愧是我。我瞪了他一眼，不愧是我。他提醒我，不要好高骛远，对现在的你而言，突破这个成绩不容易。所以，巩固原有的知识点。明白。最后的冲刺迫在眉睫，就连少爷小姐们都紧张了起来。一天天的倒计时压迫住人的神经，所有人都屏气凝神地等待着最后的一决胜负。高考如约而至，老妈特意穿了一身火红的旗袍。她说，旗开得胜。高考的考场，曾经我以为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，但是这次我来了。总要经历过才算不负青春。沈放篇，父母不相爱是一种什么感觉？大抵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吧。我从小就知道我的爸妈不爱彼此，他们为了结婚而结婚，为了生孩子而生孩子。任务完成了，一拍两散，独留我一个人，总想抓住点什么。我妈很潇洒，她连我都没要，独自一人去了国外。她没再婚，但男朋友不断。许是她无所谓的态度，对于她的情感使我一点都不在乎。可是我爸不一样，他把我带在身边，好好抚养着。他好像很爱我，我希望他是我一个人的爸爸。我能抓住的似乎只剩下他。所以，在知道他要再婚后，我的心态扭曲了。我讨厌那对母女。曾经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他们活该。但后来想一想，不过是我心里不痛快了，找一个软柿子撒撒气。就像阿姨所说的，欺软怕硬。高考后，孟南旭在家睡了2天2夜，睡得我们都担心他出事了。最后他是飘着出来的。他说，多谢高考饶我狗命。高考后，所有人都彻底放飞了。我周围的人大多去了毕业旅行，有国内的，有国外的。不管结果如何，
疯玩总是不可少的。我以前也是这样的，现在却觉得索然无味。尤其是孟南旭还去兼职了，他打2份工，一份是西餐厅的服务生，一份是拳馆的陪练。西餐厅我默去，但拳馆陪练的时间几乎被我占满了。他很专业，也很厉害。作为一个女孩子，她的速度和力量一般人都比不上。正因为她太厉害了，所以我并没有意识到曾经的所作所为会对她造成什么影响。她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？能抓老鼠，敢玩蛇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听到了他和他妈的对话。他要住宿，他妈不是很同意。于是他说，在这里我睡不着，我总怕晚上有人开我的门。这话让我的心脏缩了缩。是啊，如果不是他一直警醒着，怎么可能每次都做到第一时间反击？我突然希望孟南旭能冲我发泄发泄，而不是平静地告诉我，我跟他没可能。为什么会喜欢孟南旭呢？很难说，可能是因为他的特别吧。他和我曾经接触的所有人都不一样。他像一根草，即使你往他身上浇灌水泥，他也能从里面钻出来，顺便把水泥击破。他又像一颗星，张扬、跋扈而明媚。我想和他在一起应该很有意思。但是他说，即使没有曾经的霸凌，我和他也是不可能的。绝情、无情，不留余地。就是这样的女孩，在她知道自己高考成绩的那天，嚎啕大哭。544。曾经我不觉得成绩就能代表什么，可是看着她一路走来，我突然就明白了。这是寒窗苦读的艰辛，这是背水一战的勇气，这是明媚未来的希望。他说，我从沼泽爬上来，身上带着一滩烂泥，我以为我甩不掉的，但现在我干干净净了。我的人生到了起跑线，我也算是不负青春了。不负青春，这个词让人怦然心动。我突然想再努力一把。我用了点手段，报了和孟南旭一样的大学。入校那天，他看到了我，似乎一点都不惊讶。我说，我想再追追你。他好笑地摇摇头，沈放，你还是莫明白。明白什么？我不懂。跟你没关系，我追你是我自己的事。他挑挑眉，我打赌你追不到。追不到吗？没关系，至少我被他的光芒照射过，也算是不负青春了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